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凯达。中共四中全会刚落幕，但整个北京没松一口气，反而更紧了。9名上将被集中开除党籍，火箭军政工中枢被连根拔起。同时，那2位原本传出出事的司令，中部战区的王强、西藏军区的王凯，却又突然露面，一边清洗，一边现身。这不是稳定，而是试探。谁还能站在镜头里，谁被拿掉画面，这一回都成了信号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场整肃的操盘手张升明被擢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却没有进政治局，升了却没完全升，表面荣耀，实际戒备。四中全会后不到1天，解放军报火速发表社论，题目是坚定捍卫人民军队政治本色。但外界看得出，这篇文章不是安抚人心，而是亮刀，打谁的斧，为谁的忠，这才是四中全会留下的真正问题。10月24号，解放军报在中共四中全会落幕不到24小时内发表社论，题目是坚定捍卫人民军队政治本色。社论开篇点名，中共20届四中全会已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何卫东、苗华、何鸿钧、王秀斌、林向阳、秦树同、袁华志、王春宁9名高阶将领的审查报告，正式确认他们被开除党籍的处分。这9人不是一般军官，全部是上将级别人物，也几乎全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心腹。社论强调，这是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做出的重大决策，要全军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习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坚决听从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。文章强调，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4个意识，坚定4个自信，做到2个维护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，始终忠诚、拥戴和维护核心。问题在于，这9名被查的将领几乎都是习近平信任多年、亲自提拔的人。以苗华为例，他曾是习近平主导的军改中最早晋升的政治工作系统上将。何卫东更是习近平钦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，被视为军中第2号人物。如今，这些人被一网打尽，而张又侠的亲信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中，这就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。对外界观察者而言，这不只是一场反腐通报，而是一场军中权力再洗牌的公开信号。习近平若真主导这次整肃，那是诛心式的自斩。若不是，那就意味着军中有人在以习之名清理习派。9名上将被官宣落马，真正主导调查、签字、递案、定性的军委纪律系统核心人物张升明获提拔。张升明1978年2月入伍，历任战士、干事，中共兰州军区政治部政研室副主任。他曾长期任中共军队总政治部办公厅政研室主任，直接在徐才厚手底下干活。徐才厚是谁？就是已故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、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军中的左膀右臂。江当时不想交出军权，便长期利用徐才厚和另外一个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，架空了时任中共军委主席的胡锦涛。徐才厚之流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原则指导下，卖官鬻爵，大搞贪腐，后来在反腐风暴中成了大老虎，被拿下垮台。按说，凡是徐才厚的人，特别是那种贴身做笔杆子、搞文件、跑政工的，全都应该被清得一干二净。但作为徐才厚的笔杆子，张升明没事。2004年，张升明进入第2炮兵，也就是火箭军的前身，并且在火箭军系统里一待就是11年，做到政治部这种核心位置。火箭军是做什么的？那是中共手里的战略核威慑、远程打击力量，是对外讲反介入、区域拒止那套话术的真正拳头。也正因为它太关键，近2年火箭军变成了军中反腐的重灾区，直接被中纪委、军纪委掀地毯式倒查，往回翻账，翻到9年前的采购链、
飞弹零件、工程外包。结果呢？火箭军一批又一批被端，魏凤和、周亚宁、李玉超、王厚斌这几任司令员几乎全军覆没，全都被拿下。按理说，火箭军上层能有谁不沾火？可张生民毫发无伤。2017年1月，他进入中央军委系统里，直接拿住了军队里最敏感也最能动别人的命的那个位置——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，也就是军委纪委书记，同时兼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、党委书记。注意这一组头衔的含义，军委纪委盯的是党员军官，军委监委的执法范围则扩大到全体军人，不论是不是党员。而且监委是有法定调查权的，换句话说，他不只是能查你是不是贪了工程款，他甚至可以名正言顺把你从岗位上直接拿走交上去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，在这次大清洗里，所有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、被开除党籍的将领，全都成了他的办案成果，成了他向上面交成绩单的材料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分析都在说，四中全会的最大赢家之一，其实不是那个被联名表中的核心，而是这位办案总指挥。这个问题现在在北京军内政圈都在吵，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习近平的人，习的一把刀，近年来多次主导清洗，包括何卫东、苗华等军委高层，被视为干脏活立大功。此次升任军委副主席是功成加官。另一种说法则相反，他其实是张又侠系统能接受的中间人，陕西籍出身，既是习的老乡，也与张又侠关系密切，常年在装备、后勤、火箭军、纪检系统历练，被认为能两边都过得去。大纪元评价最直白，张生民的任命是习近平与张又侠在连番斗法后的权宜妥协。他既不会公开挑战习，也不会对张又侠开刀，是唯一能被双方接受的平衡角色。真正的分歧其实早已超越人事，焦点在于打不打台湾、何时打、怎么打。据传张又侠反对贸然动武，担心国际介入与内部动荡。这一立场被习阵营视为动摇军心，成为这轮清洗的导火索。换句话说，张生民的上位不是胜利，而是妥协，一场在刀口上暂时停火的权力平衡。按中共惯例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基本上都是政治局层级，也就是说，军委副主席副国级，理论上应该进入中央政治局，哪怕不是常委，也是政治局委员。但看到这次中共四中全会的安排，张生民只升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却没有被同步增补进中央政治局，政治局的人数反而被调整成23人，恢复基数决策架构，方便表决。他呢，仍旧只是中央委员，不是政治局委员，甚至也不是书记处书记。这里的讯号特别值得咀嚼。此外，在中共四中全会上，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画面：两个之前被疯传出事、被拿下、可能在审查中的现役战区、军区主官，居然都出现在了会场里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上将，一个是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中将。他是中部战区司令员，空军出身的上将，坐镇首都防区，负责北京与中央机关的安全，被视为军中最关键的主官之一。然而，今年9月的93阅兵出现异常，总指挥不是他，而是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韩胜言，这在军内极罕见，等于打破潜规则。外界立即解读为王强被边缘化，可能出事。更戏剧的是，中共四中全会上，他又出现在镜头里，证明没被拿下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人没事，为何阅兵时不能露面？有分析指出，这并非王强丢脸，而是习近平被羞辱。阅兵原是最高统帅展示权威的舞台，却被临时换人，意味着军内有人能改剧本。海外观察者认为，这是张又侠系统在释放讯号，习近平已无法完全控制军中仪式与场面。换句话说，王强缺席阅兵、现身全会的组合，暴露的不是稳定，而是分裂。军内已有力量能挑战最高决策。
中共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将军衔，四川眉山人，出身第13集团军，张又侠的老部队，可说是张又侠的嫡系。今年8月，习近平亲赴西藏视察并接见军官，但王凯未出现在画面中，引发外界猜测他已被整肃。没想到2个月后的中共4中全会，他又现身，说明人没事，仍在职。问题是，为何在习近平亲临西藏的公开场合，该出不出，却能在全会该不出反而出？有分析认为，这是张又侠在暗中羞辱习近平，透过控制谁能站在习身边，来展示军中权力的分裂。习访西藏时司令消失，等于让最高统帅在镜头前队伍不整，而4中全会再让他现身，则是对外释放讯号，不是习能决定谁露面，而是我能。与中部战区司令王强相呼应，两人一个守首都，一个镇边疆，象征军中2股力量的微妙对峙，表面辟谣，实则揭底。军权不在一统，枪杆子的方向盘正被2只手同时抓着。他是中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，中将军衔。4中全会公报中特别点名，被开除党籍，罪名严重违纪违法，与此前被整肃的8位上将加1位武警上将同属一波行动。为何他的名字特别重要？因为这不是单纯打几个贪官，而是整条提拔与忠诚链被连根拔起。张凤忠代表的是军内一整个政工系统的崩塌。他出身第2炮兵，长期在火箭军政治系统任职，最终做到政治工作部主任，也就是火箭军的总政委、组织部长、人事考察官。谁能升薪，谁能掌控发射权，全要过他手。他的靠山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。苗华曾被称为全军政委中的总政委，是全军政治中程与干部审核的最高把关人。2023年，张凤忠升任火箭军政工部主任，被普遍认为是苗华亲手安插的自己人。如今苗华被开除党籍，从党内彻底抹除，张凤忠也紧随其后被点名，等于整个政工体系被掀翻。这一连串动作不只是反腐，更像是在切断军中忠诚血脉。从苗华到张凤忠，一条完整的提拔线被当众斩断。如果你把这一轮行动只看作反腐，那就太小看了。这是一次军中全面重组，苗华倒，张凤忠随即被拔，中部战区与西藏军区司令被用作沉默信号。张生明升职却被挡在政治局门外，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军权尚未归一。谁能决定枪口往哪指，成了中南海当下最敏感的问题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